我会在这个影片介绍因式分解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想象一个情况哦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叫小明，他要做生意，那他决定要卖零食哦。那他就买了一大包的零食 ，OK， 一大包的零食呢，然后呢，里面呢分别有12粒糖果 ，OK， 12粒糖果，还有18块巧克力 ，OK， 这个就是小明买的这个大包的零食，有12粒糖果跟18块巧克力。那小明呢，觉得如果这么大包的这个零食直接卖出去，应该没有人要买，所以呢，他就决定把它分成小包装 ，OK， 就是小包装。然后呢，每一个包装呢都会有糖果和巧克力。那为了方便呢，小明觉得每一个小包装最好都有同样数量的糖果，同样数量的巧克力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请问这个小明呢，他可以从这个大包的零食分出最多少包小包装？老师重复一次啊。现在呢，有这个大包装，里面有12粒糖果，18块巧克力。那小明呢，要把它分成小包装。每一个小包装呢，都会有同样数量的糖果，同样数量的巧克力，所以小明最多可以分出多少个小包装？答案是6包 ，OK， 会有6包。那为什么会有6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12的话呢，它等于6乘2，对不对？而这个18呢，它等于6乘3，所以很明显，它们有这个糖果跟巧克力的数量呢，它们有一个公因数就是6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分成6个小包装，而每一个小包装呢，大家都会有2粒糖果，3块巧克力，可以理解吗？你们自己想一下，有2粒糖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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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一共有12粒糖果。而巧克力的话一样，6乘3，一共有18块巧克力。所以呢，小明呢，他就可以分出6包小包装，然后每一个小包装呢，都会有2粒糖果跟3块巧克力了。而整个过程呢，其实就是因式分解来的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情况，就12粒糖果加18块巧克力嘛 ，OK， 那它就等于6乘2粒糖果加6乘3块巧克力，看到吗？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个6抽出来。OK， 就代表可以有6个小包装，而每一个小包装里面呢，会有2粒糖果，还有3块巧克力了，看到吗？我们在做的过程，这个就叫做因式分解。本来是直接一大包的12粒糖果，18块巧克力，经过因式分解后，我们分成6个小包装，每一个小包装里面都会有2粒糖果，3块巧克力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2个简单的 example。OK， 首先是7a 减28ab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2个不同的东西。OK， 把7a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糖果，然后把负28ab 当成是巧克力的数量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同样先找出它的公因数，就像这样子，我们把6这给找出来。那它们的公因数呢，肯定有一个7，我就先用一个括号把7写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变数哦，2个都有 a， 我们把 a 抽出来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括号关回去了，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公因数了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一个
当做是糖果了哈。这个糖果呢，它有7A 粒糖果，那这边7A 都全部在前面，都已经是整个公因数了，所以我这边该怎么办？我这边需要补一个1给它，代表1个7A。这边你看到1个7A，所以就是1个7A，1乘7A。之前写乘会让大家混乱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用括号来代表乘的意思。这里代表7A 乘1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把它当成是巧克力啦，有负28AB 块巧克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写一个加先，因为加呢它是不会影响后面的东西的。OK， 比方说正还是得正，然后正负的负，所以它是不会影响括号里面的东西。那我们这边放了加了过后，同样直接写一个7A， 因为7A 是它们的公因式。OK， 请记得它不叫公因数，因为它不叫公因数了，因为呢它有变数，所以呢我们叫它公因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把公因式都写出来了，都有7A， 直接写出来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负28AB， 它等于7A 乘什么呢？请你要一直记得这个代表前面这个也就是糖果，我们把它假设成糖果，而后面这一个呢，我们要把它当成是巧克力。OK， 整个东西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负28AB 等于7A 乘什么。首先我们来看正负号，这是正的，而这里有一个负，所以我这边括号里面自然是一个负号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有一个7乘4等于28，然后有了 A， 剩下一个 B， 把 B 写在里面。所以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负28AB 等于7A 乘负4B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把公因式都写出来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可以把这些糖果巧克力呢分成7A 个小包装，看到吗？都有7A 个这么多，都有7A 个这个7A 个这个，那我就把7A 抽出来，代表我可以有7A 个小包装，而小包装里面呢会有1粒糖果，然后负 4B 块巧克力了，看到吗？1还有负 4B 块巧克力。那之前我们在第一个章节有讲到这个东西现在我有7A 个1减 4B， 我该怎么做 ？OK， 就是 7A 个盒子，然后盒子里面有一个1，还有一个负 4B。那我的做法呢，就是有7A 个1加7A 个负 4B， 然后最后呢乘出来的结果就是 7A。乘出来的结果就是减 28AB， 你就会发现到它们两个呢，其实是一个相反的过程。这整个是到最后拿到这个答案，而这个是拿回之前的这个答案，它们是一个相反的过程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把它称作化简。而现在我们第二章着重的部分，它叫因式分解，所以请你把因式分解就跟它理解成我有一个大包装，那我可以分成多少个小包装？所以这里一个大包装，我分成7A 个小包装，然后每一个小包装里面呢都会有一个1，然后还有负 4B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多一题OK， 是负 8x 减56，同样我们把它当成是两样东西来看。记得如果有负号 ，OK， 有负号就代表一定有这个公因，这个公因式一定会有负的 ，OK， 答案不可以都是有，答案的话呢，两个都不可以是有负的，之后会再讲解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，首先我们看到都有负号，对不对？马上把负号拉出来，然后再来8跟56，8跟56都是8的倍数嘛，代表它们的公因数都是8，所以我把8拉出来。
接下来 x 只有其中一个有 x， 所以 x 不是公因式，所以我们把括号关掉了，代表它们的公因数呢，也就是公因式只有-8而已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块，第一块的话是-8x， 它等于-8乘 x。OK， 第一个部分当做是糖果的部分哦，解决了。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，-56，那这边同样先放一个加先，那加了过后直接把公因式写出来，我们已经知道公因式是-8了，就把-8写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想一下，到底-56等于-8乘什么？答案是乘7，看到吗？-8乘7等于-56。那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到哦，都有-8了，把-8抽取出来啊，就当做是-8个小包装哦。然后呢，这包装里面呢会有一个 x， 还有一个正7，记得不是看这里的哦，不是看这边的，是看这个括号里面的。括号里面是一个7，没有负号，代表它是正7，然后就写一个+7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一边结束。